嘿，大家好，我是有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英文录。这一次来开箱和试玩的是，在今年 CES 上面广受好评，还拿到了 CES 2022创新奖的 ThinkBook Plus 17笔记本。这是一台下半身自带8英寸副屏的17.3英寸主屏的新概念笔记本啊，最基本的可以上屏显示主要的软件，下屏开文件夹做文件管理。 另外，联想还给这个副屏增加了很多别的玩法啊，比如作为数字小键盘和软件快速启动栏啊，甚至是可以成为 Adobe 加软件的辅助快捷键盘。而且它还配备了支持压感的手写笔，可以作为手写板使用啊。顺带一提，那个上屏幕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是21:10 120赫兹的屏幕啊。总之，这么特别的笔记本产品，我当然是要搞回来把玩一番的。 好，基本情况介绍完了，来开箱啊。这个包装的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 ，Lenovo ThinkBook。 盒子的下半部分涂成了黑色啊，使得整个包装带上了一点设计感，看上去没有这么单调。哦，这个包装是拆开之后啊，还可以拼成一个提手的样子，是吧？哦，还挺有意思的。哦，继续，比较厚的珍珠棉。 这里面就没有东西了。内部还有一层包装盒啊，包装盒的正面是它产品的彩色图片啊，大大的主屏以及旁边垂直的副屏，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反面就是基本的参数介绍，还有 SM 码什么的啊。底下还说明了它有附送正版的 Office。正面这里有一个专门的贴纸，帮助你撕开这个塑封膜。 哦。 还挺有质感的，好长啊！这笔记本。保修卡，简单的说明书，笔，这台机器还附送了手写笔，有点粗。电源适配器100瓦的，然后是 Type C 的接口。 这里没东西，梅花接口的这个3插电源线，哦，开，哦，这张纸上面还有说明的，插电，开机，这个屏幕真的好长。 在激活过程中，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常规处理器的 Windows 笔记本电脑了。OK， 激活了，无惊无险进到系统。右下角的副屏在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弹出了这个引导啊，来看一下，在副屏可以做这个和那个啊，可以体验生产力提升。启动菜单，添加应用组，我还可以做绘图板。 副屏镜像啊，功能还是挺多的。这里还有一个摄像头的膜。OK， 那么来快速的看一下机器的外在。ThinkBook Plus 17整体采用铝合金的外壳啊，上手的质感确实是相当的棒。然后因为8英寸副屏的原因，整一个笔记本显得相当的长啊，感觉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喜欢长的，不知道笔记本电脑大家喜不喜欢长的呢？ A 面也就是上盖的顶上做了和外包装一样的分割设计，加上深灰的色调，看上去就特别震惊、特别商务的样子。翻开上盖就能看到，它就像是一台常规大概14英寸的笔记本啊，右边被拉长了一截，因为右下方多了一个副屏，所以主屏幕也同样被拉长了。 上面的主屏幕现在的比例是21:10，分辨率是3072×1440，相当于16:9的2.5K QHD 屏幕，往右边再延伸出去一截啊，因为通常的 K 是按照横向像素啊来定的，所以叫它3K 屏没有问题。这种带鱼屏除了看宽屏电影黑边非常的窄之外啊，当2个窗口并排显示时，两边都不会太窄。 对于 Photoshop 这一类旁边长期挂着功能性窗口的软件，也能给中间的编辑内容留下更多的位置。跑 PR 这一类视频剪辑软件的时候，也可以获得一个超长的时间轴。以及在游戏里面也是有作用的，在撸啊撸端游里面，屏幕加宽之后，画面也是会更宽的。站在泉水就可以看到下路，可以方便在敌人攻到家门的时候指挥队友。
反正屏幕这种东西，不管是加宽还是加高，只要物理上变大了，就能额外显示更多的东西。这台笔记本还自带有分屏软件，这个上屏可以中分或者是3-7分，加上副屏，相当于一下子拥有了3块屏幕，可以一块屏幕放要编辑的内容，一块屏幕看资料，还有一块屏幕管理文件。这个上屏它还支持多点触控，看网页、看资料还是比较爽快的，触控的手感也不错，不知道是优化的好，还是高刷屏或者是 Windows 11的功劳。当然，因为笔记本上屏稳定性的原因，不拿手扶着的话，触摸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晃动啊。毕竟如果转轴做得太紧，上盖又很难打开了。这块屏幕实测最大亮度约400尼特，笔记本中上的水平，色域容积超过99%的 DCI-P3，覆盖要少几个点，是一个广色域屏。Windows 日常使用时，高情商说法是比较的鲜艳，低情商说法就是会过饱和。经过校准之后，上屏 DCI-P3 色域的色准可以去到最大 Delta-E 2.5，平均在1以下啊。对于有广色域照片编辑需求的用户，搭配能支持广色域的软件倒是不错的。用示波器测量黑白响应，可以看到上升时间是9毫秒多，能满足100帧以上的需求啊。虽然这一台机子不是面向电竞玩家，但是120赫兹高刷屏看网页、看文档，滑动起来还是非常舒畅的。屏幕的上方带有支持 Windows Hello 的红外人脸识别模块，旁边的摄像头带有物理屏蔽盖子，整体的商务氛围还是相当之足的。B 面的下方是和肥仔一样的双下巴啊，加上 Windows 任务栏之后，就好像变成3层下巴了。有不少同学貌似不太喜欢宽边框，我个人一贯以来的看法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所谓啊，毕竟用电脑的时候也是看着屏幕，而不是盯着边框。屏幕剩下的3边就还是比较窄的，摄像头是往屏幕外面伸出了一点点啊，既不会成为刘海，也方便打开上盖，这个设计还是可以的。接下来继续往下看，下半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右边这一个支持多点触控和手写笔的8英寸副屏了。它是800×1280的分辨率 ，PPI 和上屏应该是相近的，因为它使用时不像通常的平板靠得那么近，所以目测颗粒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它的整体显示数字比上屏要差一些，最大亮度约330尼特，色域覆盖只到80%的 sRGB， 校准之后 Delta-E 也有4以上啊。不过作为辅助用途的副屏倒还马马虎虎啊。关于副屏的功能，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聊。继续看一看这一台笔记本的其他地方。键盘是 Think 家族的惯例设计，键帽的下方带有一点弧线，按键的手感一如既往的扎实，方向键就还是中分的啊，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键盘的上方是带指纹解锁的电源键，这个是比较方便的。触摸板面积较大，点按也比较的稳定，没有某些机子的2段式嘎吱声，还不错。再把本子反过来，第一面是非常常规的脚垫啊，非常常规的大面积的散热孔，左右下方非常常规的音响出声孔。机器的左边有一个支持充电的 Type-C 接口，加一个3.5 2合1音频接口，右边啥都没有，但是不要紧张，这台机子的接口数量还是 OK 的啊，只不过放在了背后转轴的位置。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可以使机身的侧面看着更薄，同时一大堆线都在笔记本的后面，不会使得机身两边一片混乱。缺点就是插起来没有在左右两边时方便，所以这台笔记本为这些接口设计了2行标志，在转轴顶上还有1行标志，方便你跨过屏幕去插设备。接口的左右两边是大大的散热出风口，设计在这里倒是不会出现热风吹屏幕的情况。以及比较特别的是，转轴这里它自带了一根手写笔。这支手写笔虽然是比较的细，但是上面依然是有2个物理的功能按键的。此外，前面也能看到包装里面还附送了一根粗粗的手写笔，它的官方名字是 eColor Pen。这2支笔的功能都是和副屏相关的，所以也是等下一起来看。因为屏幕加大加多，机身加长了的原因，整体重量也是有所上升，来到了1.99公斤。对于14英寸左右的轻薄本来说，它算重；对于常规16:9的17寸的笔记本来说，就还算是轻的。因为对于这台机器来说，屏幕才是它的核心卖点，所以我决定先来看一看相关的玩法，然后才来看性能测试的成绩。虽然看上去只是增加了一块触摸副屏，但是为了让它发挥出最大的效果，提高工作效率，联想在软件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副屏的底部常驻着一个启动栏，很多功能就是通过它们来开启和控制的。首先最简单的，通过这个副屏可以开启小键盘，加强数字的输入体验啊。虽然手感肯定就是不如物理按键，但总比没有强一点。然后也可以将常用的软件登录到副屏这里，一键启动。你甚至可以提前将多个软件编好组，设计好窗口的布局，然后登录到快速启动里面，一次性全部开启，软件会自动帮你摆好位置。
为了方便进行窗口的管理，当你拖动窗口的标题栏的时候，会自动弹出一个菜单，拖到想要的图标上，就可以将窗口直接切换成对应的模式，这样就可以让软件快速切换上下屏和分屏模式，而不需要拖老远的距离。另外，像 Adobe 家的软件支持将一些窗口拖到外面去，就可以放到副屏上面，配合触控非常的方便。这对模式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瀑布屏的玩法，让窗口变成竖直超长的一整条，从上屏一直延伸到下屏，看网页或者是特别长的资料有奇效。再加上主屏幕的分屏模式，各种多任务工作的方式，这台笔记本都提供给你了，怎么用才高效率就看你的习惯了。而到了这里，这个副屏的功能才刚讲了一半，它还提供了和 Adobe 家的几个常用软件的联动功能。通过这个副屏，可以直接控制 Photoshop、Premiere、AE 这几个软件的一些常用功能比如画笔的透明度视频的时间轴或者说进度条等等，还可以自己编辑下方的快捷键。不过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就是因为下屏是触摸屏，虚拟按键实际上是通过鼠标点击的方式来触发的。当你用下屏调整了参数之后，鼠标也被移动到了下方，于是就还要再将鼠标移动回上方主屏的软件那里，操作连贯性就不是太好，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机会改进一下。接下来副屏还可以搭配前面提到的手写笔使用，最基本的自然就是白板的功能，简单的做一下笔记写画画，让笔记本成为真正的笔记本。同时还可以开启屏幕镜像，可以在上屏显示下屏的内容，可以进行演示，或者是对内容进行对照和抄写等等。然后也可以反过来将主屏的一部分投射到下屏，搭配手写笔就可以进行绘画、批注、签名等等的操作。投屏的区域可以非常简单的调整位置和大小，还挺方便的。而且这支笔它是带有压力感应的，根据官方的说明是4096级。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是挖孔的设备，实测在笔尖离开屏幕一段距离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感应到的。包装里面附送的 eColor Pen 在没有进行蓝牙连接的情况下也照样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一个基本确定是挖孔的电池屏。像刚才演示的那样，搭配上屏镜像功能，是可以在 Photoshop 里面实现压力感应绘画的，相当于下屏变成了一个8英寸的挖孔数位屏进行一定的绘画创作是完全可行的。可惜就是下屏的色彩差了一点，还有画笔延迟感觉稍高，不知道是不是新版 Photoshop 的原因。手写笔的控制软件里面的镜像菜单完全就是挖孔的味道。我暂时没有找到倾斜感应的支持，不过 Photoshop 里面大量的笔刷以及 Side 都不支持倾斜感应，所以对于要求不是非常高的作画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粗一点的 eColor Pen 手写笔，除了手感更好之外，在通过蓝牙进行连接之后，是可以通过顶盖对现实中的物体进行取色的。它的顶上有类似摄像头或者是颜色感应器那样的东西。使用它要先在联想的手写笔设置里面将顶部按钮切换到色彩模式，然后用顶盖在现实中的物体上面点击一下之后，色值就可以直接进到 Photoshop 里面。对于手持色卡的平面设计师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到这里还没有完，这块副屏还可以支持和 Moto 的手机进行联动，调用手机摄像头或者是将手机屏幕投射到副屏上。因为我们手上没有 Moto 的手机，这里就不测试了。另外还有一个用法是将 Windows 11的安卓子系统的软件移动到下屏，让这个内置的8英寸平板真的变成平板电脑。总之，为了让这块新增的副屏使用起来，联想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下去，难怪可以拿到 CES 2022的创新奖。接下来我们看看这台机器的性能表现。作为一台轻薄本 ，ThinkBook Plus 17却搭载了 H45标压处理器。我手上这一台是 i7-1270H 的版本，没有独显。1270H 处理器大家都很熟了，所以重点还是看在这台机子上面的性能释放情况。在联想 AI 引擎里面可以切换几种性能模式，默认是智能模式。这里分别在智能模式和野兽模式下进行了连续10次的 Cinebench R3 测试。可以看到野兽模式下多核峰值性能大概是游戏本上同款 CPU 的80%，智能模式则是70%左右。长时间运行之后还会有10%几的下降，不过保底也有差不多满血 i7-1170H 和桌面 i5-1240 CPU 的水平吧。出于轻薄本散热和静音的考量，这个设计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干活的时候如果笔记本太吵，真的会影响注意力的集中。我们还在野兽模式下跑了一些常规的 CPU 测试，
对比游戏本上面的 1270H， 单核层级只低了一点，多核层级基本上在65%到75%之间浮动。但不管怎么说，在笔记本 CPU 性能大幅提升的现在，这台笔记本满足日常较复杂的办公、图像处理以及简单的视频剪辑都是没有问题的。核显方面 ，Timespy 显卡分发挥是比较完整的，甚至比游戏本上的还高一点点当然 X1 核显本身的游戏性能不算太强，基本也就只能满足撸啊撸、CSGO 这些游戏的中低画质的需求。剩下的部分中，内存是 DDR5 4800双通道，大家应该同样很熟悉了。SSD 是 PM9A1， 大家同样超级无敌熟悉了吧？接下来是烤一下机，看看散热和噪音的表现。我们分别在默认的智能模式下和高性能的野兽模式下进行了测试。首先是智能模式单烤 ，CPU 的功率最后稳定在42瓦，比 1270H 标称的45瓦低一点。20分钟后 ，CPU 温度只有70多度，还是比较凉快的。然后双烤时 ，CPU 还是保持着40瓦的功耗，核显功耗是额外加上去的，没有出现核显和 CPU 抢电的情况。此时 CPU 整体温度有所上升，不过也只高了几度，最多也就到80出头的样子。但比较有意思的是，输入功率双烤时只比单烤高了几瓦。看IDA24的监控，这个时候电池似乎在放电，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单烤噪音反而比双烤要高，双烤时非常安静，只有38分贝，只比环境音高一点，单烤反而要吵一些，不知道它这个智能模式是根据什么来调整风扇转速的。智能模式双烤时 ，C 面温度最高的地方在笔记本的中心，超过了45度 ，WASD 和手托位置则比较凉快。野兽模式下风扇转速比较稳定一些，噪音双烤比单烤高一点。烤机时 CPU 的功率会上到46瓦，比智能模式高几瓦。双烤时核显同样也会高几瓦，所以温度对比智能模式都有几度的上升。野兽模式双烤时热成像温度表现和智能模式时差不多，应该是因为风扇转速提高了的原因。因为这台机子的设计比较特殊，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也会打开来看一下内部是否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过实际上手时发现，这玩意的拆解还是比较困难的。全部螺丝卸掉之后，用吸盘扯了一下，居然纹丝不动。它后盖的四周有着较多的卡扣，需要配合胶棒撬开。拆机新手不太建议尝试，有升级需求的话，最好还是直接找售后帮忙。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因为副屏幕并没有多厚，所以结构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眼看过去和常规的轻薄本没有什么差别。底壳内部能看到是 CNC 加工的，强度表现会比冲压的好一些。副屏背面、接口等地方有金属做加固和屏蔽，整体做工还是相当严谨的。CPU 散热器看上去是单热管，撕开胶布之后可以看到其实是2根热管分别接了一个散热器。无线网卡是 AX211， 但是板载的，好在这网卡目前也是最好的之一。网卡的天线在转轴的地方比较方便走线，同时减少在转轴中被弯折的线材，可以减少故障率。主板螺丝带标签，拆了显然会破坏保修，而且从厚度来看，应该也是板载内存。SSD 是正常的2280 NVMe 的型号，前面已经看到了是 PM9A1， 非常不错的一款 PCIe 4.0 硬盘。电池差不多70瓦时，不过因为双屏加标压 IC 处理器，续航表现其实不是太好。智能模式下 PCMark 时测试只有6小时多。那么就又来到了总结部分，在下半身放屏幕的笔记本 ThinkBook Plus 17并不是第一台，但是他们确实搞出了一些新鲜的花样，对笔记本的未来形态进行了探索。对比半年前刚刚在 CES 上亮相后别人的试玩视频，我感觉到很多功能都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能感受到这一个新形态他们是有认真去搞的期待后续还能有更进一步的增强。日常在台式电脑上面，如果我们需要同时打开较多的窗口，进行一些复杂的编辑任务的话，都会通过增加显示器的方式来提高效率。现在 ThinkBook Plus 17推出之后，在笔记本上面也可以享受到多屏办公的爽快了并且也没有牺牲太多的便携性。除了需要查阅和管理大量资料的文字办公以外，像程序员、创意工作者等对显卡需求不高的用户 ，ThinkBook Plus 17都是比较合适的。目前我手上这个配置的 ThinkBook Plus 17在京东自营是8000多，配合优惠可以去到7999。考虑到它本身就是一台做工扎实生物识别、雷电接口等配置比较齐全的商务本，还是 IC 处理器，再加上新概念的副屏这个软硬件的开发成本，这个溢价还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就是它的机身已经来到这个尺寸了，如果后续能再推出带有独显的版本，受众范围应该能更广一些。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去关注再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见，拜拜。